最近，同时在新加坡大规模招人的，不是银行，不是互联网巨头，而是马斯克旗下最核心的2家公司 SpaceX 和 XAI。你会想到什么？就在 SpaceX 正式登陆美国资本市场之际，外界发现这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太空科技公司正在新加坡招聘多个关键岗位。与此同时，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也正在新加坡扩充团队。问题来了，一家做火箭，一家做 AI， 看似毫无关系，为什么却同时选择了同一个地方？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既不造火箭，也没有上亿人口市场，为什么马斯克的亚洲布局偏偏绕不开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小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SpaceX 与 XAI 背后隐藏的新加坡战略。很多人看到招聘信息，第一反应是，不就是招几个人吗？但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恰恰藏在岗位名称里。这次 SpaceX 在新加坡招聘的岗位包括星链供应商开发工程师、星链供应商开发经理、亚太地区高级卫星政策经理、亚太地区资深会计师。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如果拆开来看，其实透露出3个关键信号。信号1，不是销售岗位，而是管理岗位。这说明 SpaceX 要建设的不是一个市场团队，而是区域运营体系。信号2，岗位出现亚太字样，说明职责覆盖整个地区，不是服务新加坡，而是服务亚洲。信号3，政策岗位的出现，意味着星链在亚洲进入更深层次布局阶段，因为卫星互联网最大的难点从来不是技术，而是监管。一句总结，这不是一次招聘，而是一次亚太战略升级。很多人认为星链最大的挑战是发射卫星，实际上截至今天， Starlink 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低轨卫星网络之一，在轨卫星超过11000颗，覆盖16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活跃用户已突破1200万。技术问题基本解决，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进入各个国家市场，一个国家允许不允许星链运营，频谱如何分配，数据如何管理，用户信息存放在哪里，是否涉及国家安全，这些都需要审批。而亚洲恰恰是全球监管环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几十个国家，几十套规则，几十种法律体系。看看星链在东南亚的扩张轨迹就知道了。菲律宾最早在2022年签了协议，印尼和马来西亚在2024年陆续拿到许可，越南直到2026年2月才正式获批，而泰国至今仍未获得官方运营许可。每一个国家的谈判周期都可能长达1-2年甚至更久，所以你会发现 SpaceX 在新加坡招聘的不是火箭工程师，而是高级卫星政策经理。这个岗位的职责描述非常明确，负责在各国监管机构和立法机构面前推进星链的许可和频谱战略，代表公司参与区域组织，完成亚太地区的法规和政策研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几年 SpaceX 准备加速推进亚洲市场，而新加坡正在承担协调中心角色。换句话说，火箭在美国发射，但进入亚洲市场的大门可能从新加坡开启。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岗位是供应商开发工程师。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 SpaceX 开始关注亚洲供应链。很多人以为 SpaceX 只是一家航天公司，实际上今天的 SpaceX 已经越来越像一家超级制造企业。它需要卫星、通信终端、电子元件、精密零件、天线设备、服务器设备，而亚洲正是全球制造中心，尤其是东南亚，近年来正在承接越来越多高端制造产业。事实上 SpaceX 已经在推动供应链向东南亚转移。有报道指出， SpaceX 有意扩大对亚洲供应链的下单，并基于地缘政治及分散生产风险的考量，要求供应商必须在东南亚设厂。已有台湾地区的卫星零部件供应商将生产转移至泰国和越南，而新加坡则是整个区域的重要协调节点，这里聚集着半导体企业、电子制造企业、供应链管理人才、国际物流体系和金融服务机构。所以供应链岗位的出现，说明 SpaceX 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卖设备，而是未来整个亚洲产业网络。很多国家都想吸引科技巨头，为什么马斯克最终压住新加坡？原因至少有3个。第一张王牌是亚洲最成熟的总部经济。根据彭博行业研究的报告，
截至目前，已有约4200家全球跨国企业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这个数字在亚洲遥遥领先。从老牌的谷歌、微软、亚马逊，到近年来的 TikTok 和戴森甚至把全球总部从英国直接搬了过来。对于企业来说，在这里管理整个亚洲市场，效率极高，飞往东京、首尔、雅加达、曼谷、胡志明市、悉尼都十分方便，这使得新加坡天然成为亚太管理中心。第二张王牌是稳定且透明的监管环境。科技公司最怕什么？不是竞争，是不确定性。尤其是 AI、卫星通信、数据中心、云计算这些行业，企业投入几十亿美元，最怕规则突然变化。而新加坡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稳定。有分析认为，新加坡在 AI 时代可能成为类似 AI 时代的瑞士，在监管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对于马斯克这种长期布局企业来说，这非常重要。第三张王牌是国际人才中心，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今天的科技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竞争。SpaceX 需要工程师、供应链专家、法律顾问、政策专家、财务人员。XAI 需要 AI 人才、数据人才、企业客户人才、法务人才。而新加坡恰恰拥有整个亚洲最国际化的人才池之一。新加坡政府近年来还推出了顶级 AI 专才准证，不限国籍，不设配额，有效期5年，准证持有者还可同时创办多家公司，配偶也能直接在新加坡工作。企业不需要从零培养团队，直接就能组建区域总部。如果说 SpaceX 代表的是太空时代，那么 XAI 代表的就是 AI 时代。而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两家公司同时出现，很多媒体把它们分开看，但马斯克其实正在打造一个超级生态。第一层是 SpaceX 负责进入太空，第二层是 Starlink 负责全球连接，第三层是 XAI 负责智能系统，第四层则是机器人与自动驾驶。就在前不久， SpaceX 与 XAI 正式合并，在上市招股书中，高盛预测 XAI 营收将从2025年的约32亿美元飙升至2030年的3220亿美元，届时将取代星链成为 SpaceX 最大收入来源。未来竞争的核心资源其实只有3个：算力、数据、连接。而新加坡恰恰同时拥有国际海底光缆、数据中心集群、金融资本和国际人才。所以对于马斯克来说，这里不是单个项目的落脚点，而是整个生态进入亚洲的重要节点。过去几十年，新加坡吸引的是银行、航运公司、贸易企业，而今天来到这里的企业越来越不一样，他们代表的是未来产业。从 AI 到卫星互联网，从先进制造到太空经济，越来越多全球科技巨头都在把新加坡作为进入亚洲的重要门户。SpaceX 和 XAI 同时扩张，或许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未来科技产业的竞争不仅发生在硅谷，也正在发生在亚洲。而新加坡正在努力成为这场竞争中最重要的连接器。或许它不会诞生下一个马斯克，但它正在成为马斯克们进入亚洲时最无法绕开的那座城市。最后想问问大家，在 AI 和太空经济这2个赛道中，你认为新加坡还能吸引哪些全球科技巨头前来布局？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下期见。